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会生病呢？除了咱们都知道的那些医学上的解释啊，还有一种看法，说很多病痛啊，它的根子其实埋在一个更深、更看不见的层面，也就是灵性的层面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挺特别的视角。好，那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啊，从这个灵性的角度来看，我们身上那些反反复复、老是不好的病痛，背后真正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？咱们一块儿来探个究竟。这个观点的核心其实就一个字儿：罪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这种看法认为，很多疾病的根源呢，恰恰就是罪。为了能更好地理解这个联系，咱们来看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，就是那个摊子的故事。故事是这么回事啊，有一个摊子被他的几个朋友用褥子抬着送到了耶稣的面前。你看他这个瘫痪啊，其实就是他自己过去犯下的罪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。所以他呢，不光是身体上疼，心里头啊，也因为那种罪恶感备受煎熬。更让他没指望的是什么呢？是医生早就跟他说，你这病没治了。你试着想想他当时的那个处境得有多难受。医生都说没救了，那基本上就是判了死刑，心里头肯定是彻底绝望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说耶稣连大麻风病人都能治好，哇，一下子心里那点希望的小火苗又燃起来了。但是啊，一想到自己犯过的那些错，那种沉甸甸的负罪感啊，又像一盆冷水浇下来，让他害怕，根本就不敢凑上前去。所以你看，这儿最关键的一点就来了。虽然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可他心里最渴望、最想要的，你猜是什么？不是治好他的腿，而是希望自己的罪能被赦免。在他看来呀，只要能跟天父和好，那别说是活下去了，就算是死了，他也觉得值了，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好，接下来就是那个最关键的见面时刻了。为了能把他送到耶稣跟前儿，他的那帮朋友们呐，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。你想想那个场面，里3层外3层的全是人，他们想挤都挤不进去。但是这几个朋友愣是没放弃，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，直接爬上房顶，把屋顶给拆开一个口子，然后把那个摊子连人带褥子就这么从房顶上给掉下去了，正好就落在了耶稣的面前。说真的，这举动绝对是信心的最好证明了。耶稣看到了他们这非凡的信心，就对那个摊子说了句特别重要的话。在马太福音第9章第2节里记着呢，他说：“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”你看，他先解决的是罪的问题，就是在他这句话说出口，那个人的罪被赦免的那一刻，哇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就充满了他的心。紧接着，他身体上的那些痛苦也跟着烟消云散了。好，说完了这个故事，咱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啊，同样也把罪和疾病这2件事儿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这次的主人公是个病了好几十年的人，你敢信吗？38年。整整38年啊，在避史大池子边上，这个人就这么被病痛折磨了38年，这得是多长多难熬的一段日子啊！耶稣看到他，也知道他病了特别久了，就主动过去问他。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6节里，耶稣问他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那个病人呢，还在那儿解释，说自己没法下到池子里去。结果耶稣根本没等他说完，直接就跟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神奇的是，那个人当时立刻就好了，马上就拿起褥子自己走了。但是你以为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吗？关键的在后头呢。后来啊，耶稣又碰见了他，并且给了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警告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你看，这句话又一次特别清楚地把生病和犯罪给联系起来了，而且还指出了一个能让他一直保持健康的关键条件，那就是别再犯罪了。好，那咱们把这2个故事放一块儿看，就能提炼出一个核心的原则了。这个原则就是关于灵魂层面的医治。这儿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类比，你看啊，桌子是木头做的，要是坏了，咱们肯定拿木头来修补，对吧？衣服呢是布做的，要是破了，咱们就用布来补。这道理很简单，是吧？
可是轮到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，我们习惯用什么来补呢？用药。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，药可不是构成我们身体的材料啊。所以说，要想得到真正的医治，可能就得回到创造我们的那个根源上去了。所以，要是顺着这个逻辑想下去，那现在有那么多在病痛里挣扎的人，他们生病的真正根源，很可能就是心里头背着那个罪的重担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根上的问题不解决，那身体怎么可能真正好起来呢？所以就必须得去找那位能医治心灵的医生。所以说，唯一能让身心都恢复健康的，就是基督赐下来的那份平安，它才是能消解罪这种毒素的唯一良药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通往健康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呢？咱们就来看看，到底怎么样才能真正得到医治。这一点你可得听清楚了，特别关键。罪被赦免了，它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让你觉得没事了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着犯错了。不是的，它的目的是给你力量，让你能够彻底的离开那些罪恶，变得圣洁。而且在这个看法里呢，罪作为生病的原因，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比如说，一个成年人要是生病了，那这个罪的根源往往就在他自己身上。但有的时候呢，要是小孩子生病，那根源可能就出在父母身上。还有很多那种慢性的、老也不好的病，很可能就跟没有遵守神的诫命有关系。箴言第3章第8节里有句话，给出了一个特别直接的指导。他说，要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注意到了吗？他说的是要远离恶事，病才能好，而不只是说你要多做点好事就行了。关键在于那个转过身离开的动作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个在《申命记》第7章里提到的非常有力量的应许。他把顺服、离弃罪恶和疾病的离开直接联系在了一起。这里说，如果你愿意转离罪恶，那么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。所以你看这就留下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。对于那些相信这个道理的人来说，真长要问自己的就是，为了身体能健健康康的，你是不是真的愿意远离那个被看作是治病根源的罪呢？